少建主请中原剑会诸位长老及堂主前往青阳洞天，有要事相应。今日少某召集诸位来此，是想告知诸位一件事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少某决意卸下中原剑会主理剑主一职。如今风流殿已毁，但恐有残余势力作乱，急需强硬手段除恶务尽。少某残躯不堪重负，还请诸位另推新位之主。少监主，中原剑会还需要您的领导，三思啊！少监主三思，三思啊！请诸位放心，我与普珠先生和程道主都商议过了，这2个月就由程道主代理剑主之责，推举之事还有时间，可慢慢考量。少监主心中可有心仪的接任对象？这历届剑主都不是由原剑主任命的，是由诸位推荐的。少监主，是所有人都可以推举吗？当然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被推举的对象，关键在于赢得剑会与众人的认可。不过，若有匡扶武林之功绩，自然更佳。少监主，奴家想举荐自己。啥？西方姑娘，你才刚入剑会，奴家确实初来乍到，不甚了解。敢问少监主，竞逐剑主之位，可是需要资历？据奴家了解，唐公子来剑会也不比奴家早多少。对剑会绝功之伟的唐公子，难道也没有竞逐剑主之位的资格吗？既然姑娘对剑会不甚了解，又何必托大竞逐剑主？一时不了解，不代表永远不了解。况且奴家如今也是剑会之人。竞逐剑主之位，的确不需要资历，但仍然需要诸位剑主与上下弟子的同意才行。多谢少监主，我只需要知道我有资格竞逐剑主之位就够了。至于诸位能否同意，那就是奴家自己的事。西方姑娘入主中原剑会，颇有些锐意进取之范。姑娘与少某相交不深，普珠先生，你作为引荐者，以为如何？奴家之事，又何须劳烦普珠先生？先生不过是奴家的指路人。奴家在剑会所行之路，也不一定要完全依托于先生。奴家知道，少监主与程岛主有疑虑，奴家出身风流殿，有疑虑是应当的。奴家只说2件事：第一，在场的诸位当中，除了程岛主和普珠先生以外，当属奴家的武功最高。第二，风流殿虽败，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，没有人比奴家更了解风流殿，所以，在剿灭风流殿之前，奴家是最合适暂任剑主之位的人。暂任，什么意思？奴家在此立誓，半载之内，尽剿风流殿。在此之后，奴家愿意退位，让剑会重新推举剑主。为什么？西方姑娘是想在这半载之期完成什么心愿？奴家自知罪孽深重，竞选剑主之位，并不是奴家所要，而是不得已为之。若想要赎罪，只有剿灭风流殿这一条路。既然如此，西方姑娘何必当剑主呢？攻打风流殿时，身先士卒不就够了？诸位，本宫自觉亦能竞选剑主之位。
公主，领导剑会，绝非易事。当然，我不是看不起公主的能力，只是连普珠先生和程岛主都无意接任，可见，奴家还是建议钟姑娘安心做朝廷公主。但本宫是我师父唯一的弟子，是善丰堂堂主。8岁起就开始在师父身边，日日观察如何管理剑会，处理的剑会事务，比你在风流殿时杀过的武林同道的西方姑娘一个刚加入的外人，都能舔着脸来竞选。本宫身为善丰堂堂主，反倒成为最没有资格的人。哦，看来公主这么快就当腻了公主。赵建主，唐公子，唐公子，不知唐某是否有这个资格？唐公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的伤势无碍，唐某已经痊愈，只是邵剑主看上去似乎不是很好。唐某斗胆竞逐中原剑会剑主一职，还请诸位多多支持。我一看到唐公子，身体便不受控制，便刺伤了。敢问公主，是要退出竞选吗？如今，师父需要敬仰，可是他心中的人选，未必是我。末将也认为，邵剑主劳苦功高，如今战事已定，确实应该静心养伤。但剑会的公务终究是公主更为熟人，唐公子突然回来，对公主来说，未必是件好事。公主出身江湖，以其为重，这是好事。但那是过去，现今公主是今上之女，便不能再以江湖儿女的思维行事，尤其不能感情用事。这对公主、对朝廷都没好处。你是在教我违背师父的意愿，取代师父的位置吗？末将不敢。没有师父的教导，就没有今日的我。本宫不允许任何人对师父不敬。末将见允，请公主恕罪。但公主可曾想过，如今风流殿已破，今后的武林更需要懂得治理与平衡之道的剑主。公主是朝廷之人，又是邵剑主的亲传弟子。公主对邵剑主是有情有义，不会对他产生威胁。可剑会之中的旁人，又是否会像公主一样念及师徒之情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西方桃？西方桃行事高调，四处笼络人心。唐公子行事激进，又被公主所刺伤。如今邵剑主身体有恙，二人相争，恐怕剑会陷入新的危机，公主也难以有立足之地。无论是邵剑主还是金上，都是不愿意见到的。公主，这不仅是为了您自己，
更是为了整个江湖和您师父的心血。本宫明白了，你退下吧。前辈，回来啦。现在风流店垮了，你也不用那么拼命了。往后啊，你就多跑跑我这儿，总能给你调养好的。你去那儿坐着吧，一会儿我给你把把脉，看看你的病情。我没有病。大夫说了才算。你的武功已经恢复了，但如今你气血亏损，真气紊乱，受伤了也不能像从前一样随意自愈，近期不能再失血，更不能再用往生谱救人了。3颗药已经用完了，眼下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凶险，一不小心就会没命的。前辈，若有人问起，可否只说第一句话？前辈，如今剑会需要一个全盛状态的唐离子，而我的同伴们也同样需要，所以拜托了。那你的同伴还包括阿谁吗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听说你回来了，他非要来找你，拦都拦不住。放心，师父没事。身体如何？武功已经恢复了。还有吗？哎呀，没大碍了，快走吧，吵得我头疼。多谢前辈。走吧。阿谁姐姐不在。阿谁姑娘，她走了。什么时候回来？不会再回来了。师父骗我，阿谁姐姐那么喜欢师父，她一定会回来的。沈兄有话要跟我说。赤云去找你了，我让他给我传信，但至今未有消息。他走了多久了？半月有余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收到楼主传信，说他找到了七宝重璧簪中的最后一颗宝珠，召我即刻返回13楼。若是能在期限内到达，便将惠娘的尸体还给我；若是不能，他便视作我毁约，毁掉惠娘的尸体。楼主给你的期限是明日午时。此事宜早不宜迟。沈兄，今日便出发吧。那赤云怎么办？有我，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。走了，无需相送。走吧。师父，人怎么越来越少了？人生来这世上，本就是独来独往的。不，小师永远陪着师父。
我找你是有一事相问，你可知飘零梅院在哪？飘零梅院已毁，唐丽慈没事了，你走吧。白姑娘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，但我知道你是个好人。芷渊，你别再等我了。白姑娘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一厢情愿。这是你爹定下的婚约，我一直把它带在身上。现在想来挺蠢的，想着仅凭一纸婚约就能娶到你。现在我把婚约烧了，婚约作废了，我芷云一定会让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。娶不到你，我终身不娶。随便你，那是你的事，而且我还有自己的事要做。他一个人来这儿，不会是风流殿逼他来干什么的吧？不行，我得跟着他。来，尝尝今年的新茶。香气馥郁，回味甘甜，是茶花岛的佳品。程岛主知道你拿他茶叶喝吗？没人告诉他，他就不知道。现在你喝了，咱们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了。只怕这是一条贼船呀，而且马上就要翻进海里了。是这条船上混进了有心之人。这段时间西方饕餮剑会处理剑功颇多，于外呢，他高调悬赏通缉流言，且对风流殿余孽赶尽杀绝，一下子声名鹊起，成了百姓眼中的除魔卫道先锋。于内呢，他关心战后伤患，他还非常有耐心地教导了剑会的新来弟子啊。上次相见，她还是风流殿的西宫公主，短短月余，她竟成了人人敬仰的正道女侠了。像她这种善于笼络人心之人呐，本心反而难以看透。少剑主是担心她别有用心。至于池少侠，不如我以剑会名义发一道寻人启事。先不必劳烦剑会，当务之急是清剿九星丸余毒。说到这余毒，按理说我们捣毁了界王城这个售卖毒丸的水陆要道，又摧毁了秀玉牡丹楼和飘零梅院，星轨九星丸应该越来越少才对，怎么会在这半个月里又冒出来很多新的染毒者呢？有人并不希望邪丸之祸被根除，看来剑会的剑主一职还需尽快选出。本来我很着急的，可眼下却不急了。为何？你不是回来了吗？我还急什么呀？我来，现在大家都知道啊，唐公子大难不死啊，武功恢复，在好云山上，论名声威望，论智谋才华，论……这段可以跳过了。我虽说要参选，但其实你我都清楚，做正道领袖并不适合唐某。而且你是一心为公，可是唐某，我是不同的。
你有私心，那就更适合做建筑了，不然如何以权谋私呢？唐某的私事，又何须劳烦建会？哎呀，怎么又疼起来了？我得赶紧去找水多婆前辈再扎两针。唐公子啊，唐公子赶紧喝茶，要为选举尽心尽力啊！哎呦，邵建筑。这个老狐狸。这些风流殿弟子的尸体啊，就该留着直接喂狗。西方姑娘还这么好心，把他们全都给收埋了。尸体堆积会造成瘟疫，还是必须要处理的。哦，哎，就你，这尸体直接扔这儿就行，差不多。上官建主辛苦了。奴家听说最近毒患反扑异常激烈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大战方歇，江湖上突然又冒出来大量邪丸，还是邵建主有前瞻性，命人搜查残余势力，羁押偷服邪丸之人。也得亏有西方姑娘你制毒有方，教我们如何清剿风流殿据点，处理这些染毒之人。不然呐，就我们这群大老粗，一个个全都得抓下。可惜啊，还是有人抓着奴家，曾委身风流殿不放。姑娘为剑会做的贡献有目共睹，连百姓们都说你是正道女侠。一些酸言酸语，姑娘不必记在心上。奴家若是能当上剑主，不仅能在半载之内清除毒患，还会将风流殿的黄金分下，抚恤这些在大战中劳累的长老和弟子们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。唐克尊入驻剑会，带来了10万两黄金，奴家自然也不能空手而来。等会儿，你是在贿赂我吗？上官剑主用不着多心，无论奴家是否当上剑主，都会为剑会尽心尽力的。天色也黑了，不如上官剑主先带弟子回去，奴家还要去探望唐克尊。哎呀，西方姑娘，你人就是好啊，白天这么辛苦，晚上还要去探望唐克尊，当真辛苦。这都是奴家该赎的罪。也好，兄弟们，收拾一下啊，回家了。我刚从山下回来，沿途看到这些中毒者暴血伤人，我也让人将那些毒发未死者押下。这些都是因邪丸而死的江湖人，他们或服食过多邪丸，体内毒素发作而死，或被发作者攻击而死。这几具都是从相距甚远的地方发现的，可见毒性已大规模同时爆发。黑土离被人盗走了，这是一环突月造成的伤害。难道赤云见过这些人？赤云这么久还没回来，连使狼魂都找不到他，难道真的遇到麻烦了？对，我可以试试天然境的寻魂秘影之术。连寻魂秘影之术都找不到赤云的踪迹，赤云肯定是被困在了什么地方。唐公子，方便相见吗？我没去找你，你倒先来找我了。半月不见，听说唐公子不仅伤病痊愈，
武功还全部恢复，实乃剑会之幸。唐某大难不死，恐怕对西方姑娘来说，是最大的不幸了。如今毒患又起，剑会需要的是能妥善处理毒患之人。唐公子武功确实是天下第一，可却在这件事上，始终不亲奴家。哼，姑娘还敢提这个？风流殿虽被捣毁，可是江湖上的染毒之人却骤然增多，这其中的缘由，我想姑娘最清楚了吧？没有证据的事，公子可不能乱说。今日我带了些补药来，若是唐公子用不着的话，可以留着给失踪的池少侠，说不定他会用得上。失踪了这么久，可不能耽搁。不必了，你为什么要加入剑会？鬼牡丹让你来的。唐公子说笑了，何必提已故之人的名讳？你与鬼牡丹是什么关系？仇人、恩人、师父、死敌，情感复杂，杀之后快。如何自证？清者自清。这句话不适合用在姑娘身上。姑娘贸然出手，究竟想要做什么？关心同僚吧。今日一试，方知唐公子的功力果然全都恢复了，实乃剑会之幸。那你还应该知道，既然唐某要竞选剑主，那定然势在必得。夜色已晚，唐某就不留姑娘了。他的功法竟会影响天人体，就迟云的事不能再耽搁了。可如今剑会局势混乱，如今毒患又起，剑会需要的是能妥善处理毒患之人。唐公子武功确实是天下第一，可却在这件事上始终不亲奴家。剑会中还有一人，他正合适。妖女还想跑，站住！这边试试。程岛主，行色匆匆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刚刚我撞到风乐殿妖女，瞧见她往下山的方向跑了，可追了一会儿又不见了。下山？下山可不是这条路。想必他已经跑远了。明日我会告诉秦牧堂，派一名弟子贴身辅助程岛主，如何？想笼络人心啊，唐公子，想不到你也学会了西方桃的那一套。不过你们的好意我都不需要，程某手里的选票，谁也不会投，包括我自己。程岛主不用担心，唐某不是来拉选票的，而是另有一事。茶花岛一直关押着许多一雀阴阳的信徒，即便过去10余年，他们仍在人世，所以程岛主一定很了解如何对待中毒之人。西方桃为了树立形象，对待服毒之人手段毒辣，唐某不想看他们枉死。于少城主已经返回剑王城，我是希望程岛主可以帮忙，与于少城主一起
在剑王城安置收容那些染毒之人，老弱病残者皆可入内栖身，得一时之安。待解药研制出来，唐某也会一并送去剑王城。这毒丸有解药了？日后会有的。唐公子，你从前不会解释这么多的。因为唐某发现，若是能不被像程岛主这样的人误解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有程岛主的经验和剑王城的帮助，这些中毒之人就暂时安全了。待我求完水多婆前辈研制解药，就立刻出发寻找赤羽。承运袍追的人是你。这个能治你的内伤。你来这里，是刘琰出事了。他不见了。自从我们从沈狼魂手里逃走后，他整个人就变了。我们躲在乡下的茅草屋里，他整日废寝忘食地钻研医术。阿衍，饭好了。要不先尝个果子吧。吃饭。吃饭。尊主，听说唐丽慈捣毁了飘零梅院，还除掉了鬼牡丹，现在外面很不安全。我们先在这里躲一阵子，等你伤势痊愈，我相信总会有东山再起的一天。鬼牡丹死有余辜，不要再叫我尊主。风雷殿尊主死了，以后只是流言。我问他到底要做什么，他只说他错了，是你告诉他的，他的命。你的命只有我能取，现在我要你活着。我正慢慢为你所做的错事赎罪。他说只有把解药做出来，才有脸去见方舟。直到今天早上，我听说呀，中原剑会最近在通缉一个叫刘琰的人，说就是他造出的星鬼九星丸。我们两个平日里都不出门，外面的事我不太清楚。那他们有没有说这个刘琰长什么样子？他们也没说清楚呀。不过倒是满大街的都是告示，我不识字，也是听别人说的，说什么毒祸又起，是匪首刘琰作祟不已，中原剑会的什么西方女侠号召大家积极提供线索。哎，姑娘，你读过书，要不你跟我一起去看看？哎，走。我担心他一时冲动，找西方讨寻仇，所以才来到这里。这个时候，他不会来剑会。那他会去哪儿呢？断肠草、万里松、漫天月，药材，我需要药材。快看，那不是风流殿匪首刘琰吗？没错，他化成魂我都认识，抓住他！刘琰，祸乱天下，罪孽深重，居然还敢现身！风流殿灭我紫阳派满门，就剩我一人。我师父和大哥在渤海郡被风流殿凌杀，剑师宗和法道中的弟子被于气凤吸光功力，祸首就是你。中原剑会最近在通缉一个叫刘琰的人，说就是他造出的星鬼九星丸。是我，是我，是匪首刘琰作祟不已，还是我。今日势必要你在此伏诛。杀！谁做这
着我找药，谁就该死！自找的！快走！你们快走！我不想伤害你们。他疯了！他疯了！请好好爱惜你的这双手，它对我很珍贵。我的手是行医救人的手，不是杀人的手。快看，他要毒发之王了！活该，真是死有余辜。就是，对。你们怎么还不走？我若是抱起而亡了，你们一个也活不了。听说会有悬赏。阿言，阿言，阿言，你快醒醒啊！阿言，他吃了新规酒新丸，是在以身试药。阿言。流言，你自己做的东西，最后却差点害了你自己。你说你是不是这世上最大的傻子？尊主，你不要留小红一个人。你先起来。房间里有，快抓住他！快抓住他！快！好啊，一群一样的人抓住，快跑！真佩玉，我怎么？阿言，你要去采药啊？走吧，吃了饭再走。来，药篮给我，你快去洗手。我不要走，我要永远留在这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在外面做了好多错事，无处可去，
也回不了头。真的，什么事都做不了了。如果可以，我还有一些事想做。阿言，你还会回来，你会永远留在这儿，但不是此刻。你该醒了，去吧。回声沉默暗涌，闪过千言万语，回程半真游动，挥干不恨，却相拥决定，几个季皆尘缘一朝夕，万渴望不辜负，不放弃。醒了。你吃了太多酒心丸，以身试毒，就不怕毒发身亡可能比你研制解药来得更快。若你身死，你带来的祸害无人能解。可曾想过如何收场？你被我的千骨针所伤，五脏俱损，气血难起。你有想过如何收场？与你无关。星龟九星丸是我造下的恶业，千骨针也是，怎会与我无关？把王生母驱走，我赎不了的罪孽，至少你可以赎。拿走往生谱，你就得死。做好了。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往后研制解药所需要的材料会定期给你送来。现在江湖各派都在追击你，你就在这里藏好了。我以前觉得你很聪明，只不过是有点疯癫。现在看来，你不只是个疯子，还是个傻子。世人欲除而后快，你却在这风口浪尖上包庇我，你就不怕陷入与整个武林对抗的绝境吗？唐丽慈不在乎。是，你什么都不在乎。你不在乎你自己的命，又凭什么安排别人的命？凭什么觉得自己能控制一切，能负担一切？就凭我是唐丽慈。一整天没吃东西了，我做了好吃的，就是有点糊。唐公子不一起吃晚饭吗？不了，好好照顾我师兄。我留下的药，每日晚饭后给他吃一粒。多谢唐公子。怎么了？觉得他很讨人喜欢，很有担当，是不是？我是笑你们两个骨子里其实很像，为什么一见面的时候半句好话都说不出来？谁和他像？吃饭啦！就这样，我非要在饭前吃。
为什么要救我？芙蓉其外，刚玉为骨。白府有女亦是如此，这条命岂能枉送？风流殿内卧虎藏龙，谁在掌控局面？谁是内中不见表面的人物？外人都不得而知。你是想让我改头换面，潜伏进风流殿，为白庄报仇？难道这不是姑娘所想的吗？唐公子，我已查明，西风园是一圈阴阳废弃的炼蛊场，也是风流殿最后一处据点。小狐狸，我说你怎么从青铜树回来之后就一直神神秘秘的？朴柱那老小子在文心坛等了你好几天都没见着你人，你知不知道？还是我聪明，在这儿找到了你。虽说你进竹见主是为了给邵延平那老小子解围，但是你既然参加了，我们就认真一点吧。你看看人家西方堂，每天在剑会忙活的热火朝天的，指点弟子们练功，分享秘籍，还无偿贡献出了清剿风流殿的战利品。蒋文博那小子可喜欢他了，挺好。唉，小狐狸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是长老，手里有10张票，咱俩的关系1票1000两，你准备买几票？哼，不买。哎呀，那落选了你也不要太难过啊，这么点小钱都不愿意出，就算有赵全阳保佑你，选不上也是应该的。选举迫在眉睫，也还不清楚西方堂到底是何打算。赤云也一直没有消息。唐公子，我将进入西风园。另外，我在前往西风园的路上遇到了迟云。风流殿残余党羽藏匿于西风园中，继续制造毒丸，妄图东山再起。此地周边皆十分危险，还望公子知悉迟云线索后，尽快将他寻回。白素车，有种，竟然敢当着班主的面背叛我，害得我没法跟班主交代。不如跟我去看一看，班主的园子里到底藏了什么东西。好，让我跟着你一起去。认识这么久，还不知道我刀枪不入？你终于来了！敢动我的人，该杀！红莲便为焰已开，度生度死，度阴魂。他竟然跟上来，没事吧？怎么回事啊？危险，先走。我们中计了。怎么这么多毒人？我为你开条路，你先走。少废话，护好你自己。赤云，你听我说，钟晨记送给我一匹天丝锦，绣上金线，那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嫁衣，还有一对可以感应彼此的同心镯。如果我这次出不去了，这些就是你的新婚礼物。
什么意思？你让我嫁给别人的时候，穿着你送的嫁衣，戴着你送的衣镯。你要是没本事跟我一起出去，我就烧了那破布烂镯子。狐狸，我。 难怪连天人境的寻魂觅影之术都找不到迟云，这西风原果然有鬼。迟云。 啊！
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的头怎么这么疼？昨晚喝醉了。你什么都不记得了？我该记得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要来？为什么不走？是我害了你。赤云中毒多久了？3天3夜。这里是鬼牡丹的炼药之处，也是世间最阴毒的地方。强者撕咬弱者的血肉存活，它就像一个炼蛊场。对，赤云被他们的毒血所感染，变成了世间最强的蛊王。他若醒来，便会发疯，而且这个陷阱像是为他一人所设。唐公子的血可以解毒，只能暂时帮他压制毒性。不过，我会想其他的办法。唐公子，多谢。别盯着我看嘛，你说句话呀！我该记得什么？这颗忘忧丹能让他暂时忘记最痛苦的记忆，他会忘了我，也不要让他见到我的脸，会刺激他毒发。你昨日在山下喝醉酒了？就这？对，就这样。唐狐狸，哎，这是你第一次骗我被我发现，你有心事瞒着我？说吧，我是得了什么不治之症，或者受了什么看不出的重伤？赤云，你昨夜喝醉酒之后中了些毒。我就知道，哪个王八蛋害的我，我找他去。人已经死了，你先回好云山几天。你记住，多打坐，多睡觉，等我给你解毒。记住了，有你在，什么都解不了。你说的对，什么毒我解不了。虽然这一次会稍微麻烦一些。赤云的毒等不了太久，必须要想到办法，帮刘琰加快解药的研制进度才行。